关于养肾这个话题，相信是很多男人经常会谈论的。那该怎么养肾呢？今天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经常吃一点，对肾的健康有帮助。第一种，栗子。栗子是一种好吃又营养的食物，其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具有健脾胃、养肾护肾的作用。那男性朋友经常吃，可以帮助调理肾虚、腰疼。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多吃。第二种，牡蛎。牡蛎是一种海产品，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牡蛎中含有的锌元素比较高，男性朋友经常吃也可以帮助养肾护肾，补充阳气，对改善肾虚也有帮助。第三种，黑枸杞。俗话说黑色入肾，黑枸杞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维生素，经常的吃一点，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对补肾的作用也是。虽然说大多男性要比女性衰老的慢，但是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流逝，也会慢慢老去。若是下半身出现一些变化，男性朋友要注意，可能是要衰老了。第一个，小便无力。很多男性开始衰老都是从前列腺开始的，如果前列腺出现问题，那么平时就可能会有尿频、尿急、小便无力的情况出现。若出现这些问题，说明衰老可能找上你了，平时要多注意保养前列腺。第二个，腰腿无力。男性朋友到了中年，若出现腰腿无力、爬楼梯困难的情况，也要小心，可能是衰老了，主要和肾脏功能衰退、腿脚衰老有关，要注意调养。第三个，出现便秘。日常生活中便秘是常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肠胃功能会下降，肠胃蠕动也会变慢，很多男性就会隔三差五出现便秘的情况。若出现这种情况，也说明衰老悄悄来到了，所以男性朋友要多注意身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及早发现，好做调理，这样也能让衰老来到。性衰老哪个部位最先老？头发排第二，第一的男性都很重视。第三的是腿脚。俗话说人老腿先衰，如果男性开始衰老，会出现腿脚不灵活、腿脚无力的情况，这也是身体衰老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大家想要保护腿脚，平时可以多按摩腿部，用双手抱紧一侧大腿，从大腿根部开始向下一直按摩到脚踝，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强腿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对预防腿部衰老有帮助。第二的是头发。随着年龄的增长，长白头发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男性朋友要是出现长白头发的情况就要小心了。建议大家平时多补充营养，保持乐观的心态，没事的时候可以多按摩头皮，对预防白头发也有帮助。第一的是肾脏。肾脏对男性来说非常重要，也是男性都很重视的。如果肾脏衰老了，就很容易出现肾气不足、肾虚等情况，这也是男性衰老的一种标志。平时养肾可以多喝水、多运动，经常吃一些有补肾效果的食物，都能够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若你出现上面这3个变化，就要引起重视了。平时多注意调养，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这样才能让你老得慢一点。当身上长一点肉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又胖了，不行，我得减肥了。其实呢，不管男女都有一个正常的体重，那男性体重多少才算正常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标准体重的算法有2种，第一种是用自己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如果在18.5到24之间，说明体重是标准的，是不用减肥的。如果上下波动10%也算正常。还有一种计算方式是用自己的身高厘米减掉105，得出来的就是正常体重了，是以千克为单位的。比如男性身高1.75米，那么标准体重就是175减去105，也就是70千克，140斤，也可以上下浮动10%左右。那大家可以用上面的这2种方法计算一下，看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如果在正常范围内，那你根本不需要减肥。但如果体重超标，对肠胃、肝脏、肾脏健康都是不利的。
所以男性朋友平时呢最好管住嘴，迈开腿，多进行运动，注意饮食规律，适当的释放压力，坚持下去，让体重慢慢达标，身体也会更。长胡子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有的人需要每天都刮一次胡子，而有些人好几天才刮一次。那男性长胡子的速度和什么有关呢？主要和2点有关。第一种是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影响，第二种是受饮食影响。那通常来说，如果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但是相反，如果体内缺乏雄性激素，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慢。还有，如果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可以为毛发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那么胡子自然就会长得比较快。如果胡子长得太快，到底好不好呢？那正常情况下，如果雄激素比较旺盛的话，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早上刚刮完胡子，下午就长出明显的胡渣，那么说明雄激素太旺盛了，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大家需要多注意调理。那男人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下面的这2个禁忌，希望你都没有。第一个，运动前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在运动过后会出大量的汗，很容易刺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第二个，饭后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流量会增加，如果这时刮胡子很容易。相信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南瓜被称为长寿菜，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具有解毒、保护胃黏膜、降血糖、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第一种，对南瓜过敏的人，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经常腹泻、恶心、想吐的情况，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第二种，体质湿热的人，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助长湿热，所以体质湿热、胃热炽盛的人，还有气滞中满的人，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三种，皮肤出现感染的人，因为南瓜属于发物，而且南瓜性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若是上火比较严重，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所以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一种，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也要忍一忍。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男性喜欢提肛，原来有3个好处，若你也做，身体不会太差。好处1，缓解痔疮。有痔疮和经常便秘的男性可以常做提肛运动，因为痔疮是因为肛门血液回流不畅引起的，那提肛动作可以帮助局部静脉回流通畅，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好处2，减少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疾病是很多男性都担心的，如果能坚持做提肛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回流，对前列腺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几率。好处3，延缓衰老。提肛运动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腿部，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所以男性朋友坚持做这个动作，大腿部位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的太多，每天做30到50个即可，而且做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然对身体健康也不利。发病时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其实脑梗并不是突然的，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信号，只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中老年朋友如果在晨起或者是饭后经常出现手麻或者是其他活动障碍的情况，就要多加注意了，很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想要预防脑梗，饭后有2件事劝你少做。饭后马上睡觉。很多老年朋友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时就会选择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睡一觉。如果饭后马上睡觉，身体代谢速度会变慢，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这样很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脑梗。饭后马上吸烟。因为人在吃完饭后血液流速比较快，如果立即吸烟会让人心跳加速，
增加脑梗的风险，而且饭后吸烟的危害要比平时吸10支烟的危害还大。那脑梗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身体总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当出现手麻的情况时，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尽早检查，以免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颈椎头，哎呀，头疼头晕，哎，这耳朵咋嗡嗡的呢？哎呀，昨晚又没睡好。哎呀，当当当！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哦。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跟我学一下吧。先站好了，2只手在胸前，这样扣住，然后呢一起绕到头的后面，这样一前一后为1次，每天做50次就行。脑供血不足时做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促进脑部供血，使血液更流通，不仅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还能够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哦。得了，就唠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留言分享给木子哦。下期见，拜拜。